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 NA 新出的这一款六面兽。哦哟，这个包装看起来的样子也是非常复古的风格，很像老玩具 G1的时代的那种感觉。只凭一份线稿的说明书，变形的步骤很多，因为有6个形态嘛，变形的指示还是比较详细的。这兜里边装了2个手腕可以动的替换手型，还有这个握的能量液的酒杯，也是还原动画片里边的一个名场景。来看玩具的实物人形包装，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镜头的这个感光温度的问题吧，就是会觉得这一块是偏青蓝色的，其实没有那么蓝。实物用肉眼看的话，是比这个再绿一些的。人形的高度到头顶在13.5公分左右，翅膀的最高处将近16公分。头雕的刻画还是非常漂亮的，360度的旋转，球形关节。抬头这一块的球腕可以抬到非常高的幅度，肩膀平举，大概能举到这么高的范围。打开前方的这一片翅膀，360度旋转没有问题。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转，因为变形的需要，小臂的这一块也是可以旋转的。手肘位置2段关节，其实曲臂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手腕左右可以旋转，腰部360度旋转，并且有独立的弯腰关节，不过折开以后会脱肉。肋部这个地方做了这种倒梯形的感觉啊，收腰，而且侧面这里挡得还挺好的，并不会出现什么脱肉的现象。裙甲打开，前踢、后踢、侧踢都不会干涉，各90度。根部可以旋转，膝盖的位置1段关节，这样可以折到90度。当然，你可以解锁更大的幅度，需要把这一块变形的插扣打开。利用到这一段关节，就可以把腿曲起来了。同时变形的需要，膝盖这里左右也能转动。脚丫子整脚的左右接地，范围还挺大的。人形的造型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全身的用料、做工、涂装的水准都很高。背后这里背包也不会显得很明显。整体的一个身材比例看起来也是很日式的那种头领战士动画片里边那种短短的身体啊。短胖的感觉，其实到了后边啊，一些漫画里边六面兽的身形有做了那种修正之后啊，就变成了细长的，这个就是照动画片里边那感觉来的，所以呢，基本上问题不算太大。那我们来开始变形一下吧。按照说明书的顺序，咱们先来把它变成枪形。首先打开轮子这一块，掀开盖板，把拳头隐藏起来，遮上。收起来，2个翅膀打开，前方的这块胸甲拆开，翻到背包来，左右打开这2片，先把这块翅膀挪开位置，后边这个盖子再打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头部前后的扣子解锁开，旋转180度，藏到身体里边。这个时候呢，侧面这里啊还有一个插扣，可以把肩膀双关节拉开。然后稍微的拧一下角度，让这个斜坡的跑道让出来。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胸口的2片翅膀折叠、隐藏，夹到这2个缝隙里面去。这时候我们再把根部的这一块旋转过来，根据这个黑色的插扣，肩膀再锁上。好，胳膊折过来，这2块轮子旋转一下。接着后背的这一块。立起来的这个盖子左右和翅膀中间有一个结合的插扣，我们把这里对准，夹住，插在一起，这个握把就固定起来了。翻到脚底，把这个小炮从脚尖下方这里旋转出来，再拧90度，扣起来90度，腿部这里转动一下，把大腿横着转。小腿不用变，然后中间的插扣对合，最后掏出2把武器，把握把折起来，顺着侧面这里的插孔，也就是轴上边这里专门预留了一个位置，扣在这儿。好，六面兽的第1变激光枪我们就搞定了。小时候咱们都有这个形态啊，但是现在的孩之宝呢，说这是一个潜水艇，喜欢就好啊，毕竟有那个法令的存在嘛。然后咱们变下一个战车形态，把2个炮摘下来，这一块不用管它，腿部左右分开，
打开刚才我们活动膝盖关节的内侧盖板，这里边有一个燕尾锁扣，斜着转下来，再进行锁定。两边都变好之后，再把大腿回归过来，摆成人形正常的角度，左右扣合，夹在一起，翻个个儿，左右打开翅膀的这两片，往后折叠，上方的这个盖子回归插下来，翻到侧面来，我们把这个履带的面转出来。肩膀这个位置，根部有一个伸缩的滑道，我们把它揪长，再旋转90度，收下去，再把这个履带边折出来，把它旋转180度，这一块打横。另一边先旋转，把这个履带面露出来，上方这里拉出来中间的一个滑槽，旋转90度贴下去，把这个履带面扣合好，旋转到这一面来。前方的这个90度打横，翻到内侧看，我们需要把这一块轮子180度撇出来，然后在内侧这里有一个小的插扣，90度顺里边扣起来，从里边扣出来，这个位置结合在裙甲上边进行固定，支撑。另外一边也是把这里锁上，然后翅膀摊平，腿部就可以背过来了。最后依旧侧面这里往上一插枪。那第二个形态的战车我们就搞定了。上边的炮，前方这些履带的刻画，也是很符合老玩具的设定的感觉。下一个形态我们来变狼，也是把武器先给它摘掉，这回就要把这两个炮折叠到脚心里面去，腿给它掰开，翅膀先腾开位置，挪起来，顺这里边打开盖子，把狼头从这里折出来，盖子这一节翻平，稍微挡一下狼脖子后边的这个空洞，前肢把这一块的插扣撇开，根儿收回去，轮子收起来，另外一边也是打开插扣，把这一块收起来，轮子撇进去，顺着这里旋转一个90度，再从前方的这个斜切角抠开前边的狼爪子，打开肩膀刚才我们锁的这一块的位置，把这两个零件转过来插住，稍微的让一下，锁上，这个轮子掰过来，后边把腿部左右先拆开，然后我们要把裙甲掏出来，顺着这个地方打开，前裙甲撩起来，整个双关节往后翻折，然后翻起来这里边的两个插扣，从边缘这里横折一个90度，放在这里先备用。顺着大腿的根部我们转过来，这里边有一个凹槽，最后是和裙甲进行结合的。先把它摆到正确的角度上。腿部的变形，打开这一块斜插着的盖子，先拉开，然后再把这一块盖板打开，下方这里解锁盖，把中间的这一段压进去，下方这里再归位，腾出来中间空着的这个地方啊。接着我们要旋转一下腿部的关节，好，立正。现在从根部这里再往下折90度，也就是说把它缩短了，从它上方的这一块盖板够到下方的这个扣子，哎，把腿拧过来。另一条腿再看一下，打开这一块压进去以后，主要是腾出来中间的空间，先把这条腿掰直了，接着顺着里边旋转90度，拉过来以后扣合，跟这里对上，然后再插住，锁一下，旋转正确的角度上。这个时候裙甲和大腿的扣子结合固定起来，两个枪我们就可以插在肩头的位置。
按需求插吧，你插这儿也行，插这儿也行，看自己的喜好。我个人来说是比较喜欢插在这儿的，让狼背着2个炮。好，战狼形态我们就搞定了。对于六面兽这个角色来说，这个形态也算是它比较重要的一个伪装造型了。整体的样子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也是挺符合老玩具和动画片里边的那种感觉。嘴巴可以打开，里边有牙齿的刻画。头部点头抬头，根部是双段的关节。就是脖子后边这一块的空洞啊，它只是用这个盖板稍微遮了一下，也没有啥锁定的地方。前肢这里是胳膊的一些关节活动，后肢这里把腿部整个的劈开以后，包裹的完整性还是不错的，从这个地方也能旋转，狼头左右也可以旋转。那么总体来说吧，这款狼的样子做的还是能拿捏住老玩具的这种7、8分的感觉，和动画片里边也很像。但是这个狼还是感觉身体有点短，主要也是因为人形的时候，它是为了做偏日式画风，就没有把身体做的那么长。所以的狼看起来就 QQ 萌萌的。另外呢，脖子后边的这块盖板并不能很好的遮盖后边的那个窟窿啊，是比较遗憾的地方。下一个形态咱们来变汽车，依旧是把炮先摘掉，打开翅膀，狼头给它先收起来，这里的双关节对着折一下，这一块的盖子90度折过来，扣子跟这儿卡住，腰身归位。打开裙甲后方这里的2个锁扣点，再把这2块扣子翻平，腿部先岔开，给它把裙甲放回去归位，结合。腿部这里我们先回归一开始的状态，2个狼爪子收起来，轮子折开，在这个位置啊又能折起一个90度，然后这里衔接有一个扣眼儿，把它锁上。另外一边再看一下细节，打开以后90度再折开，顺着这个扣眼儿把这里支撑固定上，胳膊捋直，然后翻到外侧来，把轮子都放到最外面，打开这块扣子，折叠到这面，结合。腿部依旧是打开这块盖板，顺着这一块根部，我们往里整个翻个180度，把这一块拉下来，然后内侧的这个板子再打开，顺着这个关节整个的翻个180度贴过来。这时候把这里扣合，根部这里还有个滑槽啊，我们把它往里推一点点，哎，校正一下归位。另外的一条腿再看，打开这块盖板，顺着这个轴把它整个一个大的翻转180度提上去，上方的这块黑色板子打开，再打开这块板子，顺着整个的外侧把紫色零件旋转180度，转过来之后，根部这一块有一个滑槽，把它推进去，再把这一面锁上，校正居中，把顶子这一块对齐，翻到底盘来，左右把这2块黑色的板子再翻过来，中间有插扣结合，同时脚尖中间这里还有插扣，把这里全密合好。接着把脚尖旋转一个90度，立正，然后外侧的这个零件啊，打开它，拧个180度，贴回去。角度摆正之后，我们需要把这里整个的拉开，然后顺着这里贴，再同根部同时的贴过来。后方的锁扣结合，再把这个小零件包裹起来。注意角度和根部的转轴。好，这个样子车头就完成了。相当于是啥呢？用那个脚丫子啊，把这一块腿侧面原本的那一块结构零件
给它包裹起来了。说白了，这也是一个质量转换的技术。在老玩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块就是车头直接一个180度翻折过来的，但是在动画片里边呢，人形腿部的时候，侧面的这块装饰零件并没有那么大，它是一个在动画里边美化缩小了的。所以 NA 这一次等于是在它的基础上又套了一个壳过去，嘿。就在人形的状态下，这块很小，但是在载具形态下呢，又把这一块相当于是机头和车侧面的这一块包裹了起来。好，车头的这一块完成。这个时候我们再打开侧面的紫色盖板，手臂内侧这里有一个扣子，顺着紫色的插扣把它结合固定。上方的2个盖子再放下来贴平，翅膀往前折，再压一层上去。最后再把枪插在这个后边，环环相扣的锁定，变形到位以后，4个轮子接地，推车滚动倒是问题不大。而且这一块的一个质量转换，我觉得也算是用了心思的，但是可惜在外侧这里会暴露着一些零件。从正面看，这一块还是挺完整的，而且把车顶的这一块加了一个盖板，等于是把这一节延长了。原先这个窟窿是藏这个脚丫子的。最后咱们再来把它变成飞机模式，枪。老规矩，先摘掉，翅膀延展，打开，这2块紫色的盖板翘起来，小臂拔开，轮子收纳，贴回去，拨开插扣，旋转对折，然后把胳膊拧个180度，挪到后面，翻到肚子来，我们打开胳膊的这一节，接着旋转一下。依旧是腾开这个斜着的角度，把胳膊先挪开，转斜了，上边的插扣拨起来，把胸甲里边的2个尾翼拔开，旋转一下，然后再把肩膀这个锁扣放下来，跟这里对应，锁上。这一块转成这个角度，横过来，另外一边也是。锁扣子固定，这一块转到向内侧收，外边的这个履带收一下，贴回来，拔开，旋转，收纳。后方2条胳膊把它捋直就可以了。侧面紫色的盖子再贴回来，把机头拆开这一层。从这面看，先打开这一层，把它拉直。我们顺着这里边的多段关节把它夹起来，夹成这个长的尖尖的机头位置。注意后方这里还是有插扣的啊，锁定一下，再把侧边的这2块翻过来锁上，夹住它，翻到正面来。把这2块盖子填一下窟窿，枪插在翅膀尖上。好，飞机形态完成 ，NA 6面兽的6个形态我们也就全部搞定了。飞机形态保证的还是不错的啊，前边这个机头细长细长的感觉。那其他方面嘛，毕竟6面兽啊，6个形态其实大体的框架已经框死了下来啊。老的玩具设计就是那个样子了，你想再怎么改变也玩不出什么花来啊。毕竟要兼顾到6个形态，所以基本上每个形态都是那种似是而非的。相信每一个80、90的小朋友童年都会有一个正版或盗版的6面兽，毕竟儿时的梦想之一啊。小的时候都会觉得变得越多的形态的玩具越牛嘛，可以玩更多的花出来。所以6面兽也好，6变骑士也好，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圈内的老玩家也知道 ，NA 的这个设计团队在曾经 DX9 时期做过一个大比例的6面兽，那一款的人形可以说是非常漂亮，变形结构也是非常有趣的，颠覆了以往的那种传统。但是6面兽这个角色非常的特殊，虽然说 DX9 这家团队的设计理念就是和老玩具的那种设计结构不一样嘛，让你玩出来新意，但6面兽玩的太过新意了，反而玩家不会接受。所以那款6面兽也是属于一个叫好不叫座的产品。而这一次的 NA 呢，在吸取了往日的教训之后，
重新做出来的这款小比例六面兽，我觉得6个形态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再加上它身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巧思，比如说腿侧面这一块外挂的零件的一个大小质量转换技术，以及最后胳膊这一块的一个轮胎的延长。还有狼的形态下用群甲的那种锁定的感觉，都是在以前官方也好、第三方也好的这些六面兽玩具里边没有见过的结构，所以玩起来还是挺有新鲜感的。再有这一次的 NA 六面兽，从一开始的预告到现在大货的推出，中间可能只有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但大货实物的素质把玩下来，感觉发挥的还是比较稳定的，并没有什么赶工的迹象，所以品质这一块也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 NA 的六面兽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